就在10号身份暴露、惨遭诸多势力压迫之时，他的老大叶青仙霸气登场，一袭雪衣傲然，不但独自面对着众教主，更是直言今日要讨个说法，不然绝不能善了。强势的态度惊得诸多教主全都露出异色，纷纷探出神念，想要识破他的真身。但是叶青仙的白衣上竟然腾起大片的霞光，形成护体光幕，将诸多神念给隔绝在外。顿时，这些大教之主凛然知道这个女子身上有大秘密。面对着霸道无匹的叶青仙，天人族的天神们都阴沉着脸，杀意弥漫地端坐在上方。不管怎样说，这里都是在天之城，无论天人族做了什么，外人都难以干涉与威胁。天神七拓更是目光森然，不再迟疑，动用了天神法器，张嘴吐出一个紫皮葫芦，绽放瑞霞，化成一个紫色的漩涡，雾气迷蒙，要将叶青仙收进去。却不想叶青仙体内突然发出一道大钟的轰鸣声，身体发光，道道涟漪如绳索般将紫金葫芦束缚，吓得天神七拓不敢再次动手，只敢出声威胁。其他几位天神都站起，呵斥着叶青仙，不要以为有一件法器就能在这撒野。但是叶青仙却是丝毫不将天人族给放在眼里，既然天人族不给他一个交代，那么他决定自己来讨。他转身看向10号，见到了他身上的血迹，见状，二秃子急忙直言是黑牢中的一个牢头所为。叶青仙二话不说，直接出手将那名牢头给拘了进来。但是他这一行为却是完全激怒了几大天神，顿时符文交织，如同蛛网般密布虚空，向着他镇压而去。叶青仙体内冲起一片炽盛的符文，烙印出了一幅图，释放不朽的气息，在虚空中流转出惊人的神威。几位天神被震得全都踉跄倒退，脸色潮红，一副活见了鬼的样子，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。在他们的地盘，对方竟然还敢当面废掉一位真神，这般态度令得几大天神脸上阴云密布。就在这时，终于有无上教主忍不住出手镇压叶青仙，然而他依旧无惧，身体发光，在虚空中显化那具神形，那是一个人盘坐不动的在释放仙道气息，震慑人心。那位教主大震，无功而退，所发出的一击也被轻易的化解掉了。直到此时，众人才发现那道烙印就是传说中的仙道神形。但是这时，天国的副教主却身形模糊地站了起来，显然他是对这仙道神形提起了兴趣。他手持一口血剑，带着无尽可怕的杀气蓦地爆发，但是却被符文震得显露出身体踉跄倒退。不过他这恐怖的一击也让叶青仙受到了些许冲击，他身形不住的轻微摇动，但很快又止住了。面对着来自无人区深处的少女，这下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就连几大教主都怔住。哪知叶青仙却突然开口呼唤着老天人的名字，一声叹息，老天人出现并告诉他可以将10号带走。但是叶青仙却并未选择离开，依旧站在这里。原来他此次前来的目的便是要求老天人履行太古盟约，在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，更是替10号索要起了仙灵龙。接着天人族便为10号安排了超级传送大阵。10号站在祭坛前，看向叶青仙，神色有点复杂。叶青仙微笑，白衣胜雪，风华绝代，正是他的到来改变了10号的命运，将他救下。10号冲远方的孔雀神主深深施了一礼，表达真诚谢意。就在他的目光扫向天人族与诸多势力之时，叶青仙却直接将10号赶上了祭坛，让他上路，并且还将一块破戒符给塞到了他的怀里，交代他传送离开后便立刻动用这枚破戒符。10号凛然而后点头，表示自己已经明了。很快大阵发光，快速构建出一条璀璨的通道，不知连向何方。10号扫过众人，最后看了一眼天人族众强，接着头也不回的远去。这一刻，几大天神身体一冷，就是老天人也皱眉，有些后悔放走这个少年，担心将来会遭遇一场祸患。而此时的10号早已凭借着破戒符消失在了此界。